女人吃饭时故意划破未来女婿的胳膊，嘴上说着抱歉，却还顺带扯下了他的头发。女儿和女婿因为他母亲的身份也不敢多说什么。随后女人来到厨房，将沾着女婿血液的餐刀放在火炉上炙烤，嘴里还念着奇怪的咒语。看着火焰并没有变色，女人也总算安心。原来女人是一个活了500年的女巫，名为乔安娜。永生既是她的能力，也是她的诅咒，而她的2个女儿和妹妹也同样受到了诅咒。2个女儿永远活不过30岁便会死去。每次乔安娜将2个女儿埋葬后，新的轮回又会开始，她的肚子会立马变得9个月大，等再一次将2个女儿抚养长大，教她们练习魔法。但最终她们还是会因为魔法而英年早逝。乔安娜也一次次地感受至亲离去的痛苦。上一世她再次看着2个女儿被活活烧死，于是她下定决心要改变。这一世她不再教导女儿使用魔法，并隐藏了她们与生俱来的天赋。这一次乔安娜要让她们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。很快2个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且小女儿弗雷亚也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这一世也是2个女儿活得最久的一次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2个女儿体内的魔法也慢慢开始显现。今天是妹妹弗雷亚的订婚宴，但她未来的婆婆却并不太喜欢她这个未来的媳妇，每句话都透露着她是个没教养的孩子。婆婆说的话让弗雷亚有点生气，她小声地诅咒婆婆吃东西噎住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真的言出法随。未来婆婆只吃了一小口面包就差点断气，最后还是身为医生的未婚夫及时出现，才让母亲得到了缓解。而这一幕也让弗雷亚有点惊讶，她慌张地来找到姐姐，并说出自己可能拥有某种魔力，但姐姐英格丽却表示这只是一个巧合。就在这时，门外走进来一个男人，弗雷亚却表现得特别慌张。原来眼前的男人正是前几天一直出现在她梦中的男子，冥冥之中他们似乎有某种联系。弗雷亚也看得出神，不知不觉中她竟跟着男人来到了2楼。交谈后才得知，男人居然是她未婚夫的弟弟。眼神的碰撞让2人就像刚才遇上了猎户，但很快弗雷亚也清醒过来，推开男人后便慌忙逃走。另一边，姐姐英格丽在房子里发现了一张古老的照片，而照片上的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正在她疑惑之时，相框突然裂开，老照片也慢慢消散，最后竟直接消失。而这一切奇怪的事情也映射着他们的危机也在慢慢靠近。当天晚上，本应该参加订婚宴的乔安娜却出现在花园，并用木棍画着神秘的符文。这时邻居上前打招呼，却没得到任何回应。当邻居准备转身离去时，乔安娜却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并将男人无情地杀害。但事实上，这个人并不是真的乔安娜，只是一个假冒者。他故意变成乔安娜的样子，将罪名嫁祸给他。但此刻的乔安娜却丝毫没察觉敌人已经到来。直到第2天，一只黑猫来到了小镇，就在他穿过马路时，被一辆汽车撞到。等车主下来查看，原本的黑猫竟变成了一个女人。车主也被吓得不轻，一直向警察解释自己明明撞的是一只猫，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女人。而被撞的女人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被装入裹尸袋推进了停尸房。就当工作人员全部走后，死去的女人竟离奇的复活，顺手拿起一件衣服便离开了医院。随后女人便出现在乔安娜他们家门前。原来女人正是乔安娜的妹妹温迪，她拥有的特殊能力就是化身成猫，并且拥有9条命。就在刚刚，她又失去了1条命。乔安娜看见妹妹也非常惊讶，因为距离上次他们俩见面已经过去了100多年。而她这次来找乔安娜，是因为她感受到乔安娜即将迎来一场重大危机。尽管乔安娜因为诅咒而拥有不死之身，但用一些特殊的手段还是可以将她杀死的。可乔安娜却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妹妹过于紧张。为了证实自己的话，温迪拿出塔罗牌为姐姐占卜。从牌面上可以看出，一个假冒者会毁了她的所有。不信邪的乔安娜拿过塔罗牌准备亲自占卜，可随着牌被一张张翻开，显现的牌却和上一次的一模一样。甚至乔安娜又再一次的重试，但结局还是一样。直到这时，乔安娜才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但最近她能接触到的人，也仅仅是小女儿弗雷亚的未婚夫一家。但在之前，她已经用巫术测试过女儿的未婚夫，她的血液显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目前敌人还不知道是谁，于是温迪便也暂时留了下来。乔安娜也警告温迪，不要在她2个女儿面前使用魔法。虽然不能理解姐姐的行为，温迪也只能答应。对于突然冒出来的姨妈，姐妹2人也有点惊讶。可在第2天，当他们所有人都出门时，假冒者再次变成乔安娜的模样，走进了他们的家里，并来到了一幅画着沙漠风景的油墨画前。随后假冒者念起咒语，画中的男人竟开始慢慢移动，最后竟直接从画中弹了出来。男人的皮肤也被晒得通红。这时假冒者递上一杯水，男人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。此刻假冒者告诉男人，他可以帮助他复仇，现在他尽管地做自己想做的。男人听了也露出一脸坏笑。随后他来到弗雷亚所在的酒吧，并跟着他来到了卫生间。原来男人竟是弗雷亚100年前的疯狂追求者。当年因为他太过疯狂，所以弗雷亚将他封印进沙漠100年。而红脸男从假冒者那得知，她们2姐妹可以无限重生，而如果将她拉进画中再杀了她，她便不能再重生。这一世的弗雷亚并不能掌握魔法，在红脸男的逼迫下，他念起了他说的咒语。这时墙上画的通道也被打开，红脸男拉着弗雷亚进入了画中。另一边，假冒者一直潜伏在他们家中，他趁小姨不注意，拿起匕首从背后刺进了她的腹部。等到乔安娜和大女儿英格丽回来，小姨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她让乔安娜赶紧去救小女儿弗雷亚。
说完后，他变成了一只黑猫。英格丽看到这一幕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但还不等乔安娜解释，警察却找到了他们家里。原来当初假冒者杀害的邻居，其中一人幸存下来，并指控他就是杀人凶手，所以警察来带走他。在被带走的前一刻，他告诉英格丽，他体内一直都拥有魔法，橱柜的背后有个暗格，里面有能帮助他的东西，他必须去救他的妹妹弗雷亚。母亲被带走后，他顺着母亲所说的，找到了一个大箱子，里面真的找到了一本魔法书。可在翻阅魔法书时，他看到了一条名为复活咒的咒语，他想到了刚刚被杀死的小姨，于是他按照魔法书上的步骤摆出了相应的阵法。下一秒，死去的小姨竟真的复活了。可复活后的小姨却抱怨英格丽不应该这样做，原来使用复活咒是要付出非常严重的代价，他使一个人死而复生，那么另一个他深爱的人便会代替他死去。而小姨温迪本身就拥有复活的能力，所以英格丽这样不仅多此一举，还会让身边的人因此丧命。但现在当务之急是去救他的妹妹弗雷亚。与此同时，弗雷亚被红脸男拉入画中，用绳索将其绑住。他点燃了画中的世界，随后自己使用魔法铁钩准备打开通道离开。看着即将蔓延过来的火焰，这一刻弗雷亚体内的魔法瞬间被激活，他挣脱了束缚。随后他拿起雕像从背后将红脸男砸晕，最后时刻他从画中逃了出来。等姐姐英格丽和小姨温迪来到酒吧后，也恰好看见了逃出来的弗雷亚。姐妹俩对今晚所发生的事情一时半会还不能接受。也是在这时，姐姐英格丽接到了母亲律师的电话，让他们凑够100万去保释母亲，并说不用担心，钱在梦露阿姨那里。但两姐妹的回忆中，梦露阿姨不是在她们小时候便已经去世了吗？她们还经常去她的墓地。但这时小姨温迪一下便明白了姐姐的用意，于是带上铲子便来到了墓地。当他们打开埋在地下的箱子时，里面的马内多到简直不敢相信，他们用这笔钱也成功将乔安娜保释出来。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红脸男并没有因为画被烧毁而死去。在通道关闭的那一刻，他忍受着被灼烧的痛苦，从画中逃了出来。不服气的他再次潜入了他们的家中，趁着弗雷亚放水泡澡时，直接从背后出现将他按入水中，并念起咒语准备将其封印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的母亲已经被保释。乔安娜出现阻止了他，并再次使用巫术将其封印进油墨画中。这一次他们不再将画挂在墙上，而是直接将它埋进了土里。这下暂时处理了红脸男的危机，但是他们还没找到假冒者的真实身份。两个女儿表示想要和母亲一起找出幕后主使，但乔安娜却并不想让他们接触魔法，甚至为了打消他们的念头，她竟直接将魔法书扔进了火堆里。但小姨却认为应该让两姐妹学会使用魔法，于是她便私下偷偷地教导她们魔法。小姨告诉两人，身为女巫，每个人的天赋都有所不同，弗雷亚能深刻感知人们内心的欲望，因此可以调配多种魔药，而姐姐英格丽则是拥有非凡的智慧，可以发明新的咒语。而他们的母亲是全方面的天才，用小姨的话说，如果他们的母亲用尽全力，就根本没有她做不到的事情。随后小姨开始施展魔法，她扔出手中的石子，使其漂浮在空中。接下来由两姐妹开始练习，可弗雷亚很明显不在状态，闭眼酝酿了半天，只将漂浮的石头沉入了水里。接下来轮到姐姐英格丽，果然还是姐姐比较厉害，只练习了2分半，便使用魔法将水里的鱼全部飞了出来。小姨也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，但事实上，母亲乔安娜并没有将魔法书彻底摧毁，她将烧毁的灰烬收集起来，然后倒进了箱子之中，并念起修复咒语。下一刻，魔法书又变得完好如初。但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就是最近想伤害他们的假冒者到底是谁？几百年的时间，与他结仇的人多到数不胜数。乔安娜翻阅着曾经留下的日记，一个个的排除可能的敌人。她回想着自己曾经的所有事迹，但依旧猜不出假冒者的身份。明明曾经想要伤害自己和家人的，已经被自己全部消灭了呀！很快便到了傍晚，毫无头绪的她准备开始做晚餐，等待两个女儿回来吃饭。可当她一转身，假冒者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，她下意识的施法将其弹飞，但假冒者也毫不示弱，用同样的手段还以颜色。就在这时，回来的弗雷亚恰好看见了这一幕。随后弗雷亚看着一旁的餐刀，心里默念咒语，餐刀径直的飞向假冒者，但假冒者也有所准备，使用巫术化作一缕烟逃走了。经过这件事，乔安娜也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压制他们的天赋，她也拿出了魔法书，让两姐妹学习魔法。为了不让假冒者再次闯入他们家里，乔安娜带着家人一起为房子施下了保护咒，这样假冒者便不能随意的闯入他们的家中。另一边，姐姐英格丽一直在担心前不久她使用复活咒的后果，她想要找到能够逆转的方法，这样便不会有人因此死去。但小姨告诉过她，这是一种平衡，是不能被打破的。但英格丽还是不死心，她从一本古书上找到了一个逆转咒，于是她背着家人摆好了阵法，随后念起咒语。可当她念完咒语，复活咒并没有逆转，而是她双手的温度突然骤降，她体内的血液此刻开始结冰，甚至她的身体正在慢慢失去知觉。这时小姨听见她的呼喊，发现了她，并用相对应的咒语将她冰封的双手慢慢恢复了原样。直到这时，英格丽才终于接受了这个无法逆转的事实，但也因为复活咒会使她身边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，英格丽甚至不敢答应自己心仪之人的告白。她害怕自己因为爱上亚当会对他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，于是她很果断地拒绝了亚当的告白。
当天晚上，她找到闺蜜寻求安慰，但就在这时，闺蜜怀孕7个月的肚子突然开始剧烈疼痛，英格丽赶紧将她送进了医院。医生告诉她孕妇失血过多，要立马手术，孩子有可能保不住。听了这话，英格丽非常伤心，她想起了复活咒的代价，她非常自责，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所导致。她的男友亚当也得知了这个消息，立马来到医院安慰她。在亚当的安慰下，她失控的情绪才稳定下来。这时她的电话响起，原来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手术非常成功，闺蜜和孩子都安然无恙。可紧接着她发现男友亚当突然流出了鼻血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亚当当场领了盒饭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英格丽也有点不能接受。第二天，小姨来提醒英格丽今天是亚当的葬礼，并说自己可以陪他一起去，但她却说自己并不想参加葬礼。小姨以为她还无法接受亚当的死去，便没有继续劝说。可当英格丽关上房门的那一刻，亚当竟出现在她的房间里。原来英格丽始终无法接受亚当的离去，于是她从魔法书上查到了召唤灵魂的咒语。此刻的亚当只是灵魂状态，可当英格丽将事实告诉亚当时，亚当却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。直到英格丽带他亲眼看见了他家人给他举行的葬礼，并且亚当也发现其他人根本看不见自己，这才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亚当非常爱英格丽，即使他告诉了亚当的死是因为他使用复活咒的代价，亚当还是没有责怪英格丽。他不想英格丽因为这件事有负罪感，但让英格丽没想到的是，他因为使用了召唤灵魂的咒语，导致另外一只鬼魂也回到了人间。另一边，妹妹弗雷亚在酒吧里遇见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她告诉弗雷亚自己是她未婚夫的前女友。说完后，金发女转身离开。这时弗雷亚想要追上前问清楚，但却被她未来的小叔子叫住，并问她为什么对着空气喊话。弗雷亚也向她解释自己在和金发女讲话，但小叔子却认为她是在开玩笑。原来几年前金发女便已经死了，又怎么可能和她说话？弗雷亚也意识到事情不对，回到家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小姨。得知这件事的小姨非常疑惑，鬼魂是不能自行穿越到现实世界的，那金发女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？思考一番后，小姨瞬间恍然大悟，他们冲进了英格丽的房间，果然看到了亚当的灵魂在这里。听了小姨的解释后，英格丽才明白自己又做错了事，并且小姨继续说道，让鬼魂一直待在人间是非常不理智的做法，他现在已经是鬼魂状态，他们俩是不会有结果的，他必须在今晚将他送回去，不然他就再也无法回去，从而变成一只野鬼。听了小姨的话，英格丽也陷入了沉思。与此同时，弗雷亚因为担心金发女的鬼魂会纠缠自己的未婚夫，急忙地赶到了医院。果不其然，在医院看见了金发女，但因为未婚夫看不见鬼魂，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但让弗雷亚没想到的是，金发女并不是来带走未婚夫的，原来她真正喜欢的居然是小叔子。说完后，金发女再次消失。这时弗雷亚给小姨打去电话，从他那知道了鬼魂并不能触碰到食物，但鬼魂能够影响电力，或许能够操控电流伤人。听了这话，弗雷亚再次来到小叔子的酒吧，但尽管找到了金发女，他还是没能劝说成功。金发女将手放在电箱上，下一刻酒吧的所有灯全部爆炸。这时小叔子从外面走进来，刚触碰到电源开关，就直接被电晕过去。弗雷亚赶紧将他送到医院，还好一切有惊无险。在未婚夫达什的急救下，他也恢复了生命迹象。随后弗雷亚再次找到金发女，这次他也发生了转变。当他看见了小叔子即将死去的样子，他的内心也非常痛。最后金发女接受了弗雷亚的提议，让他送自己回去。而姐姐英格丽这边，她也和男友亚当做了最后的告别。他们用花瓣摆出阵法，念出了相应的咒语，随着他们的身体发出金光，两只鬼魂也终于回到了他们的世界。但很快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。第二天的早上，弗雷亚未婚夫的妈妈突然来找到英格丽，并拿出了一张老照片。照片里的人居然是200年前的英格丽和一个小女孩。为了不暴露女巫的身份，她也只能谎称可能是自己祖先留下的照片。但回去后的英格丽却有点好奇自己的前世经历了什么。当她问母亲和小姨时，他们却支支吾吾的，似乎想要隐瞒什么。他们越是这样，英格丽就更加好奇。为了弄清楚那一世发生了什么，她偷偷的从魔法书中找到了一个能够让她恢复前世记忆的咒语，并将它制作成了巧克力。当她吃下巧克力，前世的记忆瞬间涌入了她的脑袋里。原来那一世的英格丽爱上了一个崇尚黑魔法的巫师阿奇。母亲和小姨非常清楚他是一个魔鬼般的存在，但英格丽当时被爱情所蒙蔽，甚至还帮助阿奇从母亲那偷取使用黑魔法的材料。而阿奇则使用黑魔法赚取其他人的钱。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妇人来找到阿奇，并用他的全部家当向他换取能够让他变年轻的魔法。收下钱后，他们让老妇人喝下了调配的药剂。随后英格丽和阿奇一起念起咒语，同时老妇人发出痛苦的嘶吼。巫术完成后，老妇人竟然变成了花季少女。这样的变化让老妇人也非常激动。可英格丽不知道的是，黑魔法是无法真正的帮助他人的。阿奇帮助老妇人变年轻也只是为了骗她的财产。变年轻的老妇人在出门的那一刻突然就暴毙身亡了，这便是使用黑魔法的代价。就在他们准备处理老妇人的尸体时，老妇人的哥哥找到了他们，并询问自己妹妹的去向。他知道阿奇一直在做一些罪恶的勾当，并说如果他们不把妹妹交出来，
自己会去告发他们。听了这话，阿奇无情地将其杀害。但尽管是这样，英格丽还是没有醒悟。尽管阿奇还有一个女儿，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要与阿奇结婚。她回到家收拾东西，准备和阿奇私奔。这时小姨发现了英格丽，并劝说她阿奇只是利用她而已。当初阿奇还追求过小姨，但被她拒绝了。但英格丽丝毫不听小姨的劝告，毅然决然地要与阿奇离开。这时阿奇也来到他们家里，看见小姨要阻止英格丽离开，他毫不犹豫地对小姨出手。小姨被他控制在墙上，随后他甚至还让英格丽杀了小姨，不然自己会亲自动手。也是在他们说话的间隙，小姨双手凝结魔法，向着阿奇打去。但这时英格丽却挡在了阿奇的面前，因此他被小姨的魔法击中，摔下楼当场死去。恢复这段记忆的英格丽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她简直不敢相信那一世居然是小姨杀了自己。于是她向母亲询问后面发生的事情，见女儿找回了前世的记忆，她也终于向她坦白，当初乔安娜回到家后便只看见了英格丽的尸体，而愤怒的阿奇掐住小姨的脖子，准备杀了她为英格丽报仇。紧急时刻，乔安娜拿起一旁的刀具，准备去救妹妹，但却被阿奇的女儿拦住。拉扯中，她不小心划破了小女孩的背部，紧接着她念起咒语，将匕首插进了阿奇的身体。下一秒，阿奇的身体瞬间融化，直接飞灰烟灭。随后乔安娜安慰着受伤的小女孩，并用魔法治愈了她的伤口。但因为女儿的死去，让乔安娜也很是伤心。小姨自责地上前道歉，并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但两个女儿的诅咒乔安娜非常清楚，因为英格丽的死去，小女儿弗雷亚也会跟着马上死去。丧女之痛也让乔安娜失去了理智。她认为既然她提前发现了她与阿奇的勾当，应该先告诉自己，或许他们能够一起阻止英格丽。最后乔安娜赶走了小姨，也是这个原因让他们这100多年都再也没有来往过。直到1个月前，因为小姨算到了乔安娜的劫难，又才出现在他们家门前。而当初阿奇的女儿被他施下了追踪咒，60年后她便死了，他们两家的恩怨也到此结束。但事实上，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并没有死，她现在成为了弗雷亚的准婆婆。这天她与弗雷亚拥抱时，她背后的伤疤还清晰可见，而前面也是她假冒成乔安娜的样子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他们家复仇，并完成她父亲的夙愿。这天晚上，她再次变化成乔安娜的模样，来到了一座坟墓前，撒下了她调配的魔药。下一刻，一只手从土里伸出，当年死去的英格丽竟离奇的复活了。醒来后的丧尸英格丽被达什母亲所控制，她让丧尸英格丽去寻找一个名为金蛇的东西，但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她悄悄地来找到小姨，并冒充成这一世的英格丽，想套出金蛇的下落。但小姨非常聪明，很快便意识到不对，她从来没在他们面前提过这个东西，为什么英格丽会知道金蛇钥匙？这时丧尸英格丽也不装了，她将小姨打晕，然后用法阵禁锢了他的魔法。他威胁小姨说出金蛇的下落，不然自己会立马杀了他。但小姨却说金蛇钥匙在几百年前便已经销毁了。另一边，乔安娜发现妹妹失踪了，于是使用追踪咒找到了小姨的位置。等她赶到时，刚好看见了丧尸英格丽打穿了小姨的胸膛。这一幕也让乔安娜瞬间明白面前的英格丽是被黑魔法复活的，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将其消灭。好在小姨有9条命，等一会儿她便会复活。复活后的小姨将假冒者找她询问金蛇钥匙的事情告诉了乔安娜。几百年前，金蛇钥匙是被乔安娜销毁的，所以小姨再次向她确定金蛇钥匙已经销毁了吗？但乔安娜还是非常肯定地说钥匙已经没有了。也是在这时，她突然发现小姨绿色的项链竟变成了红色，而这也代表小姨只剩下最后1条命了，这让乔安娜有些紧张。半夜，乔安娜来到后院，挖出了埋在地下的盒子，原来她并没有销毁钥匙，而是被她藏了起来。看见钥匙还在，她也终于安心，但她也清楚这件事不能再瞒着妹妹，于是第2天她便将钥匙拿出来向小姨坦白了。看见金蛇钥匙，小姨被吓了一跳，她的做法让小姨有点无法接受。原来这把钥匙是能够打开通往仙宫的传送门，当初他们一家便是通过这道门来到了现实世界，并且这把钥匙还具有强大的魔力，它甚至能够控制人类的思想。而乔安娜之所以留着这把钥匙，是想再见一见她的儿子。当初他们为了逃命，所以来到这个世界，但却因为一些原因将他的儿子留在了仙宫。小姨告诉乔安娜，这把钥匙非常危险，必须马上销毁它。但乔安娜丝毫不听她的劝告，执意要留着，并说自己不会使用它，只是为了保留唯一能跟故土的联系。两人谈得不欢而散。就在小姨转身离开时，她突然受到钥匙的召唤一般，打开了盒子，并注视了金蛇的眼睛。就在她准备触碰时，金蛇突然活了过来，瞬间咬向她的手，并缠在了她的手上。听见声响的乔安娜赶来，却还在指责她为啥要看金蛇的眼睛。但金蛇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邪物，普通的咒语根本对她没有效果。于是乔安娜准备去拿魔法书，找到能够解开她的方法。但此刻金蛇释放出毒素，小姨的眼神也发生变化，她被金蛇彻底控制。等乔安娜找到了能够解开钥匙的方法，小姨却要离开，并说要去打开传送门回家。但她清楚现在小姨是被金蛇所控制，于是使用咒语将房子封印，使她不能离开。金蛇的毒素让小姨逐渐暴走，她扑向乔安娜，甚至想要杀了自己的姐姐。但相比较乔安娜更加强大，可现在想要让小姨摆脱金蛇，必须将其摧毁，这让乔安娜陷入了纠结。
可金蛇附身的越久，小姨就可能会彻底黑化。最后他还是下定决心，在剪刀上施下咒语，趁小姨松懈之时，他利用匕首将她的手扎在箱子上，随后从身后拿出剪刀，直接剪碎了金蛇，摆脱了金蛇的控制。小姨也终于恢复原样。为小姨包扎完伤口后，两人也互相说了抱歉。就在这时，妹妹弗雷亚回到了家里，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因为她发现她的法力竟离奇的消失了，而这一切都是达什母亲的阴谋。今天早上，她使用黑魔法在玫瑰花里施下诅咒，然后让跑腿小哥把这束花送给了弗雷亚。当他触碰到花朵时，便中了达什母亲的巫术。这时弗雷亚变得非常疲惫，貌似生病了。达什母亲趁机将他接回了自己家里。此刻弗雷亚已经完全昏迷，达什母亲喝下早已调配好的魔药，然后直接吸走了弗雷亚体内的法力。他的双眼发出红光，这也代表他的魔力得到很大的提升。等到弗雷亚醒来后，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太累睡着了，直到他想要用魔法点燃柴火，却发现自己的法力竟完全消失了。乔安娜和小姨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很快便确定一定是假冒者干的，但假冒者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。当务之急是恢复弗雷亚的法力，可他们尝试了许多方法，依旧没有任何效果。这时小姨提出，或许只能弗雷亚的父亲维克托帮忙。原来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巫师医生，几百年前他因为一些缘故和乔安娜产生了分歧，导致他们彻底断了联系。而这一次的危机让他们不得不找到父亲帮忙。维克托得知了弗雷亚的法力消失，很爽快地答应帮忙，但想要恢复法力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咒语带来的疼痛很有可能会危及弗雷亚的生命。但现在也别无他法，维克托划破自己与他们两人的手掌，要以输血的方式强行重塑弗雷亚的魔法，但这个过程极其痛苦。弗雷亚发出痛苦的嘶吼，最后乔安娜不忍看女儿这么痛苦，阻止了维克托的施法。但弗雷亚知道重塑魔法并没有成功，却生气地离开。这一次维克托回来，看见妻子和女儿，让他对家庭再次充满期待，并且也愿意和他们一起面对后面的危机。而过几天便是弗雷亚的婚礼，他也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出席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夺走弗雷亚法力的达什母亲已经找到了如何杀死乔安娜的方法，他制作出了史上最毒的魔药。与此同时，英格丽这边也出现一个奇怪的男人，他声称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个名叫仙宫的地方，并且通过古书的记载，他得知了这个世界有女巫的存在。而在一次巧合，他恰好看见英格丽用巫术将骚扰他的人的手指弄断了，于是他便坚信英格丽就是自己要寻找的女巫，并且他还在他祖先的日记里找到了英格丽的名字，并说她是打开传送门的钥匙。但英格丽并不想暴露自己女巫的身份，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见英格丽不肯帮助自己，一个疯狂的想法突然冒出，为了让英格丽承认自己女巫的身份，他从包里拿出一把斧头，竟直接砍向了自己的大腿。他深信身为女巫的英格丽不会看着自己死去，他想逼迫她使用巫术。最后英格丽也终于妥协，用巫术治愈了他的伤口。但英格丽知道传送门的重要性，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帮助他打开传送门。但明显男人不会轻易放弃，他拿上手枪，准备在弗雷亚的婚礼上大干一场。而另一边，准备和达什结婚的弗雷亚也遇到了问题。在结婚的前一天，达什的弟弟基利安找到他，并向他表达了爱意，希望他不要嫁给自己的哥哥。而这却让弗雷亚陷入了两难。曾经母亲用塔罗牌给他占卜过，说他的爱情会经历一次选择，一个是他的冤家，一个是他的灵魂伴侣。开始弗雷亚非常坚定达什一定会是自己的灵魂伴侣，但他又对基利安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直到他的父亲知道了他的情况，于是准备把前几世的事情告诉他。原来前几次的轮回，父亲便和他有过相遇，而在前一世，他爱上的是和基利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听了父亲的话，弗雷亚终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他来找到达什，取消了他们的婚礼。就在弗雷亚准备去追回基利安时，达什的母亲也开始行动，她变成了小姨的模样，并将乔安娜骗到了他们家的地下室。趁她不注意，她从背后释放出电击将其电晕。等她醒来，达什母亲使用阵法禁锢了她的魔法，她准备在这利用最毒的魔药杀了乔安娜，并且她坦白了自己的身份，说自己便是当初的那个小女孩。可这让乔安娜有些不解，当初她明明测试过达什，她根本就没有魔法，怎么会是她的孩子？原来在很小的时候，达什母亲便将两个孩子的魔法占为己用，也是这个原因让她拥有足够的魔力来向他们复仇。随后她将魔药注入了乔安娜的体内，这剧毒的魔药能够压制她的魔法，让永生不死的乔安娜变得和他们一样能被杀死。危急关头，小姨及时出现，两人一见面便扭打在一起。这时小姨使用魔法将禁锢乔安娜的法阵打出一个缺口，这让乔安娜挣脱了束缚。最后姐妹两人一起合作，将达什母亲直接推进了一旁的火炉。随着他的死去，弗雷亚和他的两个儿子的魔法也全部恢复。而因为退婚非常生气的达什准备来找弟弟基利安理论，但他不知道自己拥有了魔法，失控的情绪使体内的魔法暴走，他竟然将自己的弟弟给杀了。为了掩盖这一切，他将弟弟的船只推向了大海中央。他们本以为威胁已经全部清除，可没想到一直寻求仙宫入口的那个男人居然用枪挟持了英格丽。他将英格丽带到了仙宫的入口，
他坚信自己祖先肯定没错，英格丽一定是打开仙宫的第2把钥匙，也是他在触碰到那面墙时，整面墙竟开始碎裂，一股刺眼的光芒射出，男人竟直接被烧成灰烬，而一个人影从中走了出来。